干什么？来干什么？啊！你要厉害喽！叶志平，你打停手了，死人了！都别打了，停手了！警察，别动了！别动，站好了，老实一点。哥，你放心，我会照顾好妈妈的。哎呀，洪大画家，这是作画呢，还是做法呢？刚好，来，帮我摇一摇。啊，赶紧。啊，怎么这样？对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别停，赶紧摇。姑娘啊，如此这般未免有些无趣。在下是否可以将此行为自行改良发挥，可否？准。
老大，安南的方向好像是蒙云山。跟着他，有什么情况随时跟我说。收到。安澜去蒙云山干什么？他变化太大了，可改变他行为的人是我。大海，叶坤动了吗？他在家一直没动。看他干什么呢？收到。老大，叶坤不见了，但他车没动，我去附近找找。欧陆，欧陆，老大，不在旁边。这里就是文静最后治疗的地方吗？袁清，你最近接受咗咩治療啊？啱啱你 send 俾我嘅檢查結果顯示，你都好返啦，你所有嘅指標都正常啦。但係你上個月嘅片仲咁嚴重，你到底做咗咩治療啊？安娜，你相唔相信醫學奇蹟啊？袁清，末期脊髓惡性腫瘤喺醫學界都係重大嘅難題，而喺呢一度只係臨終關懷醫院，係冇治療㗎。呢度嘅奇蹟係唔會存在㗎。袁清，點解你都唔聽我嘅電話啊？信息又唔覆，你至少覆下我。冇你嘅消息，我真係好擔心啊！你究竟喺邊啊？你而家點啊？喂 ，Auntie 啊，我係歐南啊，我揾唔到袁清啊。安南啊，袁清佢上個月唔見咗啊，我哋都揾唔到佢啊。
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你为什么要伤害我？我们认识吗？为什么来这儿？我只是为了找我的朋友。8年前，他失踪了，但是他病得很重。我只是想看看他最后离开的地方。我今天才找到这家医院。从我回国的第一天开始，我一直都在找他。为什么找他？因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我就不信他跟我不辞而别。你是婉清的家人。你是婉清的哥哥。你说你要找的是婉清？我看过你的照片，你就在婉清的身边。你不认识我，但婉清跟我提过你。婉清是不会允许你伤害我的。你是说婉清来我这儿啊？有人们！
阿兰，阿七，我在这儿。阿七。你没事吧？那个是冯婉清的哥哥，他叫冯启明。你说外面那个人叫冯启明，那冯婉清又是谁？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但他可能已经不在了。我觉得他哥哥应该不会伤害我。哎，不是，我不是来抓你的，能不能好好聊聊？我认识你妹妹。我之前好像也开过枪。别动！
走去买。站住！快！都挤这儿看什么呢？查新闻。該爆炸已造成3人死亡，到目前為止，爆炸原因尚不明確，相關部門已展開咗緊急嘅救援同調查。可以睇到，我身後邊已經拉起咗警戒線，消防人員正在進行緊急排查，睇下有冇二次爆炸嘅可能。警方亦正在進行搜救，暫無其他受傷人員發現。繼續關注本台華澳資訊為你報導。老板，这个是叶坤的电话，而且也我交给你。让我破解对吗？嗯，他的真名叫冯启明，仔细查一查。老大他们没事吧？让乌贼失去警惕的最好方法，就是死亡。哎，老板，阿七，你们没事吧？放心，我没事。没事就好。我想重新部署。好。我可能知道答案了。我有啲驚啊！怕乜嘢啊？驚我自己畫唔到畫，寫唔到字啊！你隻手做乜嘢啊？隻手咧越嚟越冇力，好驚呢種感覺啊！佢唔緊要啦。
佢都唔俾我還，我日日都係偷偷地喺度還。佢係邊個啊？你話我可唔可以好返啊？梗係會啦，我就快翻嚟噶啦，我一翻嚟第一時間嚟見你。世界在重复，痛苦在加倍，我太疼了，疼得无法呼吸，仿佛每一秒都被撕裂成碎片。每当我以为熬过了最难熬的时刻，却发现这一切还在重复。8年前，冯婉清在魔云山关怀医院接受了2M 早期实验用药。那时候，这种药还处于动物实验阶段，这么做是绝对违法的。在魔云山关怀医院接受2M 早期实验用药，绝对不止冯婉清一个人。那个小小的实验室，可以为很多人进行实验。那里都是即将走向死亡的末期病人，他们别无选择，从不挑剔，任何所谓的新药，对他们来说，都可能是救命的稻草。2AM 技术在婉清身上获得了巨大的突破，至少在他生命中最后的日子里，他曾被宣布治愈过。这是医学的奇迹，上天终于给了我们一次机会，让我们一起度过余生。是，这短暂的治愈只持续了7天。7天后，婉清的病情急剧恶化，身体快速衰竭。她在极其痛苦的情况下，熬过了最后的日子。她说，她实在是太痛了。世界在重复，痛苦在加倍。他想急于离开这个世界，可是又舍不得一个人。那个阶段，拥有2AM 早期技术和实验用药的人只有2个：莫远之和蒋玉文。而不想冯婉清离开这个世界的人，却只能是他。
师的车的确被装了跟踪器。冯启明现年32岁，原本家住华奥兰西镇。12岁时去了马布的一所体育学校读书。18岁时因在学校与人斗殴致人重伤，在马布服刑了15年。叶坤应该是他回国之后的假身份吧。叶坤的这个号码是新的，今天唯一的通话记录是一个未接来电。打电话的人当时就在梦马大楼里面。这是什么？干扰器，我不确定你是不是已经被监听了。你想跟我说什么？我需要你帮我。有些话，有些事情，除了你，没有人会相信我。你还记着冯婉清的日记本里写到“世界在重复，痛苦在加倍”吗？这句话你怎么理解？他是在说，冰冻的折磨无穷无尽。我认为所谓的重复，是指循环。我知道我现在说的话非常的离谱，你也不应该相信我，但是它就是真真实实的发生了。这个世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进入一次循环，而这一天会反反复复的重复，直到循环结束。所有人和生物都不会记得发生过什么。那如果大家都没有了记忆，谁可以证明循环存在？我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我就是和你们不一样，我可以记得所有发生过的一切，我甚至可以改变这一天发生的事情的结果。很多人觉着我有预知未来的能力，但是我只是有记忆，我知道会发生什么，所以我可以进行预判。你还是不相信是吧？你是不是觉得我疯了？跟我进来。这2年，在我的 RAN 实验中出现了2件奇怪且无法解释的事。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，因为我知道，根本不会有人相信我。我试着找了无数个理论去解释这种实验现象，
从生物学、动物行为学、化学、心理学，直到物理学，在我推测这么多可能性当中，就包括这个答案。当我写下这个推论的时候，我也在想，我到底是不是疯了？但在这么多的推测当中，却只有这个能够完美解释RN356的行为。RN356是？它是一只行为出现异常的实验小鼠。的确，我是会把小白鼠带回家里的人。我必须要时刻观察我的特殊实验品。这是用来测试实验小鼠记忆和学习能力的迷宫，它比托尔曼迷宫还要复杂。1年前，我用它来测试 RNY 在小鼠神经修复上的效果。当时我用了2组小白鼠，一组是有神经缺陷的，一组是健康的。我把试剂注射到所有的小白鼠身上，结果什么都没发生。2组小鼠的体征都跟注射之前完全一样。正当我以为这个实验要失败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，在健康那一组有一只奇怪的小鼠，而它的代号就叫RN356。它有一种特殊的能力，无论我再怎么变换迷宫，它都可以准确地躲避危险，并且能够准确地找到奖励食物。经过我多次的实验之后，我发现 RN356的这种能力并不是来自于它的反复学习和记忆，而更像是一种无法解释的提前预知。它太特别了，于是我把实验结果汇报给当时的首席科学家唐绍荣。但是，当我想给唐总演示的时候，RN356却失去了这个能力。这证明你当时的发现只是一个巧合。这种实验数据不能用于科研，也不能用于实验报告。如果你还有什么疑虑的话，也可以对 RN356进行解剖，查看它的脑神经是不是有什么特别之处。但我估计，你不会有什么发现。于是我把 RN356带回了家，我几乎每天都给它进行同样的实验，直到它的预知能力再次出现。它只会在特定的日子里拥有这种能力。我做了记录，但是这些日期都毫无规律。2023年1月1日，2月25，3月3日，3月29，4月16，5月19。对吗？这些都是学会。假如真的存在万能的上帝，他一定优越的偏执狂般的思考，
压制真心息，隔离开人们，用悲剧性的法则撕裂我们的心。世界的钟摆分割着现在，沿着它的规则指向未来。年轻的士兵从梦中惊醒，站在